他自小被母亲定下了娃娃亲，却在15岁时甘愿装疯逃离牢笼。他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，却在恍惚间犯下了一辈子的大错。他的母亲从小被家人赶出家门，直到母亲用死来唤醒他，他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他在战乱中遗失了2个孩子，而如今他的唯一女儿知道了所有的真相。光阳23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，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不同的温暖故事。如果你时常讨好别人，时常自我痛苦焦虑，或许这个故事的答案能够帮助到你。一起来看喜福会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小梅母亲从小总是给她讲述这么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妇人抵达上海后，花钱买了一只天鹅，她美得不似凡物。妇人一直抱着天鹅喃喃自语，她告诉天鹅，我会有个像我的女儿，没人会贬低她，没人会看轻她，她会衣食无忧，不必忍辱负重。我会把这只天鹅送给她，而她也会明白我这半辈子的苦心。于是妇人带着天鹅漂洋过海，终于抵达美国。然而官员夺走了她的天鹅，只留给她一片羽毛。多少年后，小梅的母亲很想送给小梅这片羽毛，告诉小梅，虽然这片羽毛不值钱，但却是千里之外几十年来我的期许。然而如今，小梅再也无法得知母亲故事的真相。时至1993年的美国旧金山，一天下午，小梅在家中迎来了各路宾朋，他们一是为小梅庆祝生日，二来是为她送行。这些人中，多数是母亲当年的老友，如今更多的是老友子女们，中文混杂着英语，到处都热闹哄哄。而连接着无数亲朋的是4位老母亲，林多、英英、安美和小梅的母亲素苑。4位老太太几十年来吵来吵去，可她们的感情却越发弥坚。看着3位阿姨和自己的女儿交相辉映，小梅想到了过世的母亲，拍下了一张缺少母亲素苑的合照。如今母亲不在了，小梅坐在了母亲那个熟悉的位置，陪着阿姨们一起打麻将。小梅是这几家人中唯一会弹钢琴的。9岁时，素苑就觉得小梅一定能成为钢琴家，而那个时候的钢琴老师早就耳聋。那个时候，小梅无论如何弹奏，都没有人指正指点，所以她觉得弹琴是开心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教会举办了孩子们的才艺汇演，小梅觉得她会比任何孩子都会出色，她自信自己一定会比林多阿姨的女儿威力出色。然而上了台的小梅越弹越不对劲，直到出现了失误，一首曲子越弹越差。演出失败后，小梅以为自己不用再弹琴了，但她没想到母亲依然督促自己弹琴，抵抗不住母亲的强势，小梅哭了。她不知道母亲为何如此逼迫自己，她想到了母亲的禁忌，想到了那个不能说的秘密。 And I wish I were dead, like them, the babies that you killed in China. 原来当年素苑遭遇战乱，本要去重庆和丈夫会面，却在半路上遗弃了自己生下的一对双胞胎。小梅一直不理解母亲为何这么做，如同她一直不理解母亲为何对她的要求那么的高。4个月前，小梅母亲素苑离世，林多阿姨却在几天后的聚会上交给小梅一封不可思议的信。他们合力找到了小梅的双胞胎姐姐，她们如今还活着。姐姐们很期待和小梅团聚，但是林多支支吾吾，似乎在极力掩盖什么。如今看着小梅若有所思，安美坐不住了，质问林多干嘛不告诉孩子真相。林多却认为只有这样子，小梅才会回国和姐姐们相认。直到今天，林多都不理解老姐妹素苑为何遗弃孩子，正如她自己的母亲，林多到今天还是不懂母亲为何舍得不要她。那是记忆中的小村庄，林多在5岁前都是开心的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位雍容华贵的黄太太带着媒婆进了门，林多才知道10年后她要成为这个太太的儿媳。那一天后，母亲还是那个母亲，然而总是有些疏远，总把她当作皇家的人，总教育她到时候如何要当一个合格的媳妇。每每抬头，林多都想从母亲的眼中得到一个答案，而每每
母亲的眼中什么都没有。那是一个晨雾弥漫的灰色清晨，林多一家人决定举家迁移到南方。除了林多，因为在这一天他要进入黄家了。黄家是当地的大户，祖上是官老爷。林多嫁入黄家的日子宾朋满座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头顶着鲜红的盖头。林多一直在幻想今后生活一辈子的丈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到底是俊是丑，是老是少。大红灯笼高高挂，9天之外雷滚滚。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今后将决定了自己的一生。林多想到这里，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惧，那是对于未知的恐惧，也是对于自己身不由己的恐惧。这一刻，林多忽然想明白了，他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也向自己暗地里承诺永不妥协。终于，就着闷雷声，黑皮鞋走来的声音格外刺耳。这双大大的皮鞋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可林多做梦都想不到，她的丈夫会是一个胖胖的小男孩，一个会捉弄自己，让自己睡在地板上的孩子。冰冷的地板上，林多想着自己的承诺，她再也不害怕那恐怖的蜥蜴，却总想着如何讨好那个掌控一切的婆婆。黄太太很不满意儿媳的表现，无后为大是她唯一的执着。饶是林多已经主动示好，小丈夫却根本不明白这是何意。看着小丈夫背后的黑痣，林多不知道自己今后该如何是好。黄太太已经忍不了了，小丈夫撒谎一切的错都在林多，这让黄太太把林多锁在了屋里，不生出孩子绝不让出门。昏暗的环境并不能困住林多，然而无意间她听到了丫鬟和长工的对话。原来两人有染，丫鬟已经怀孕，可长工死不认账，开始扯皮，尖锐的刀一遍遍割开林多的外衣。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一个疯狂的办法。既然你们不把我当人看，那么哪怕变成疯子，我也要完成我的计划。林多先是发疯一般不断给皇家祖宗磕头，说老祖宗给自己托梦，咒骂自己是个丧门星，更利用小丈夫背后的黑痣，说那就是老祖宗的诅咒，还有自己牙里的缺口也是老祖宗的教训。最后林多放出杀手锏，说老祖宗最喜欢的媳妇是那个丫鬟，丫鬟肚子里的孩子才是皇家的骨肉，这也是老祖宗的安排。就这样，皇家得到了想要的孙子，丫鬟得到了优渥的婚姻，而林多自己则得到了一张去往上海的车票。林多完成了对于母亲的承诺，在异国他乡安享晚年。然而在林多的女儿薇莉看来，林多总是反对她的一切。小时候，薇莉是大家眼中的国际象棋天才，小薇莉也一直都坚信自己能赢过所有人。然而成名之下，林多只会带着她在大街上炫耀，而这样的感觉让小薇莉很羞耻，觉得很难为情。林多认为女儿说的是她自己，她羞耻有这样的母亲。面对母亲的冷漠，小薇莉爆发出了不一样的能量。她当众告诉所有人，自己不会再下棋，用放弃的方式来抵抗母亲林多。然而她没想到的是，林多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。无论小薇莉放弃与否，林多总是静静坐在那里，不发一言。小薇莉一直都期望母亲可以问问自己为何不下棋，但是林多没有。直到小薇莉主动说起来自己想下棋了，林多淡淡地告诉女儿，继续也好，放弃也罢，这都是你的选择。然而自以为聪明的代价会在不久后让你明白，世事没有那么简单。果然，再拿起象棋，小薇莉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无往不利。她害怕了，更是看着母亲希望找回那股信心的力量。从那天开始，小薇莉渐渐明白自己是平凡的，那个最好的自己，天才的自己，死在了那一天。至此，薇莉不再下棋，长大后更是嫁给一个同胞来取悦母亲。然而离婚那天，母亲恍惚的样子再次击碎了薇莉的心。她每天努力工作，在大公司节节攀升，更是把母亲带到和新男友理查德的公寓，展示男友送给自己的礼物。然而林多皱着的眉头，嘟囔的嗓音，那股子熟悉的贬低再次响起。自己的一切他都不满意，自己的爱人他还是不满意。薇莉决定把男友带回家，逼母亲直面对方。可全程母亲都不发一言，只有初次见面的微微一笑。
直到婚礼前，母亲还是不愿意自己安排的烫染，更是说出了不参加自己的婚礼。林多看到了孩子的动作，心一下子再次碎裂。他知道女儿望着自己，却是满眼的羞愧。难道我真的是让你蒙羞的母亲吗？一念至此，林多的泪落了下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多么想念我的母亲。在我出嫁之前，她跟我说了让我记一辈子的话。你会比我有福气，可是听人家说话要小心，自己要有主心骨。我跟你说的这些，你都往心里去了吗？都能真正记住不忘吗？我一直都想他，想知道他为何不要我，可我也记住了他的话，要永远有主见，有主心骨。所以我摆脱了皇家。如今我告诉你同样的话，就是希望你能在乎你自己，不要管我是否喜欢。林多从来没有怪过女儿，他尊重女儿的每一个决定，正如当年他母亲告诉自己的一样，独立的思想，自我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。一对母女终于一笑泯恩仇。如今威利和新丈夫生活得很幸福，阿美和英英也希望小梅能够找回自己家的幸福，夙愿失去了她当初的孩子，而这段经历勾起了英英的伤心事。几十年前的英英年方18，是当地出了名的青春美丽。那一天，她遇见了一个不同的男人林晓，奔放叛逆，眼神中总是带着十足的攻击欲望。这种火一般的男人让英英难以自拔，哪怕她知道林晓总是沾花惹草，她也相信自己会是他的唯一。意乱情迷中，英英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林晓，他们奉子成婚，英英似乎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可她还是错付了，林晓依然留恋于花丛中，哪怕孩子的百岁宴上，她依然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。英英终于忍无可忍，她不再无视自己丈夫的出轨，她选择过抵抗，然而得到的是林晓更加肆无忌惮。终于在那个深夜，林晓把情人带回了家，让别的女人抱自己的孩子，这让英英选择出手。可看着那毫不在乎的冷漠眼神，英英知道无论她做什么，对方都不会好好的看她一眼，她只是那些女人中的一个，甚至是过去中的一个。每每想到这里，仇恨的怒火几乎掩盖了英英的双眼。不幸的是，孩子在她的疏忽下在水中没了呼吸，她失去了她的一切，包括她一生的灵魂。几年后，英英搬到了美国，再婚生下了女儿李娜。几十年间，英英总是神不守舍，经常重度抑郁，而在这种环境下，她根本照顾不好自己的女儿李娜。母亲的崩溃贯穿着李娜所有的童年时光，她从来不知道母亲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直到近几年，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她开始带领母亲参观自己和丈夫花落的新房。李娜希望母亲能为今天的自己高兴，然而英英却发现了冰箱上不一样的东西。原来李娜一直和丈夫哈洛 AA 制，除了私人物品，所有费用都要平摊。丈夫哈洛是公司老板，自己只是他的员工，哪怕丈夫薪水是李娜的7倍半，哪怕自己点1份沙拉，丈夫点3份大餐，他们还是要平摊。哪怕是丈夫当初送给自己的猫，猫咪的费用哈洛根本不想承担。李娜有苦说不出，当初是她提出的 AA 制，要爱情不要依赖。可真等到婚后，她发现真正在意的东西却消失了。英英一眼看出了问题，她的女儿是不吃冰淇淋的。她告诉哈洛自己的发现，然而哈洛根本不在意。如今的家是哈洛一手策划的，整个卧室看着如同冰冷的棺材，哪怕桌子是歪的，就因为是哈洛的大学作品，也硬要留下。李娜尝试和丈夫谈谈，可翘着腿看电视的哈洛带着威胁的意味警告李娜，想好你要计划的事情。此时节，楼上那唯一的花瓶打碎了，这是英英做的，因为她太了解这里预示的一切了。她的女儿，唯一的女儿李娜，正在经历她当年那痛苦的一切。她知道女儿会上来找自己，她要把自己所有的悔恨痛苦全部凝结，化作一次最后的呼唤。她要帮助女儿找到她真正的恐惧，直面那个种在自己、种在女儿身上可怕的宿命。
Do you know what you want? Respect. Tenderness. Then tell him now and leave this lopsided house. Do not come back until we give you those things with both hands open. I can't. Losing him does not matter. It is you who will be found and cherished. 最终，李娜找到了尊重她、爱惜她的男人。这里没有 AA 制，有的只是爱她、更尊敬她的母亲。宴会至此，阿美端上来自己精心烤制的蛋糕。阿美告诉女儿罗斯，林多并没有告诉双胞胎姐妹，她们的母亲已经去世。这种做法，阿美是能明白的，因为母亲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。阿美小的时候几乎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，她从小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，直到有一天，母亲突然回来想带走自己，却被一家人指着鼻子骂水性杨花。家人不断咒骂着，拍着桌子，滚烫的汤水洒在了小安美的脖子上了，留下了一辈子的疤痕。这成为了小安美唯一对于母亲的感受。后来别人告诉安美，你的母亲不守妇道，刚死了丈夫就给一个富商当起了小妾。直到外婆即将去世，母亲再次回来了，她变得不一样了，变得雍容华贵，却总有一股子难言的悲伤。面对着家人的咒骂，母亲拔出了手中的刀，割下自己的肉放进药里喂给外婆。那是民间的迷信，说只要喝了亲生女儿的血肉就可以药到病除。母亲用自己的血肉回馈给她的母亲。在外婆去世后，母亲告诉安美要好好听好话，千万不要忘了妈。可是安美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她知道她要的是母亲。如今罗斯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女儿珍妮弗，安美发现罗斯在为丈夫烤制蛋糕。罗斯告诉母亲，如今准备和丈夫离婚。然而安美却察觉到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。罗斯依然记得他是如何认识自己的爱人泰德，那是在大学里面，泰德主动接触罗斯。其实罗斯早就知道泰德，没想到一切来得如此突然。罗斯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泰德的家族，事情也确实如罗斯所想。泰德家族是有名的出版商，其母亲更是在初次见面时就委婉表示罗斯配不上泰德。泰德愤怒地向母亲表达自己深爱罗斯，这也让罗斯坚信自己的爱不如泰德的爱。我的爱或许一文不值，我的爱比不上你的爱。所以半年后两人成婚，罗斯更是放弃了自己的学业，专心做起了泰德的后盾。渐渐的，他们的话越来越少，罗斯更是希望用孩子保住这段婚姻。然而如今，泰德已经不想跟罗斯说话了，因为只要张口，泰德的意见就是决定，泰德喜欢什么就是什么。罗斯越来越卑微，却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最终泰德提出了离婚，罗斯还以为是有了第三者，然而泰德什么都不想说，只说准备卖掉同住的房子。阿美看着女儿一直的付出，她觉得这就是自怨自艾。她不会为你一个蛋糕就感到愧疚，从而想起来爱你。你每次给她礼物都像在求她原谅你，求她爱你。你越觉得配不上她，她就越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应当。阿美觉得女儿太像自己的母亲了，并不明白自己的价值。当初阿美跟随母亲回到了富商的家，那一天她见到了威严的新父亲，见到了纵容女儿的大太太，见到了害怕没生出儿子被赶走的三太太，还有那个母凭子贵，家中真正的女主人二太太。二太太一身豹纹，如同一个野兽，不断环伺着眼前的猎物。二太太给了安美一串珍珠项链，母亲极力让安美还回去，但是安美很喜欢项链，她决定接下这份礼物。她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生气，直到母亲出手砸碎了项链，才明白那所谓的名贵珍珠不过是骗人的玻璃。母亲自嘲女儿不相信自己，是因为自己是下贱的四姨太，但她告诉安美，你妈我不是这样的，我也曾是明媒正娶的太太，而你也是太太的千金。当晚富商就不顾是否有安美，也要和母亲欢愉。安美从下人那里得到了母亲的真相，原来
当初母亲为了祭拜安美的父亲去寺庙上香，不慎被富商看中，于是伙同二太太做下了局。二太太把母亲骗到家里，让富商霸王硬上弓。受到如此侮辱，母亲本想回家，可流言蜚语让一家子人断定母亲是为了钱财心甘情愿，没人相信母亲是被人强迫的。走投无路的母亲最终只能选择进入了富商的大宅，因为她怀孕了。然而祸不单行，当生下了一名男婴后，二太太强行把孩子抱走，认成了自己的孩子。没人在乎真正母亲的感受，就如同如今的她在这里只是一个玩偶，一个被人遗忘的女人。母亲面对女儿的讲述，她只能说一切都在等着女儿，她只是希望给女儿一个新的生活。起初她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可今天她想明白了。母亲当晚离开了人世，是她自己就着违禁物一口口吃了下去。所有人都说母亲是瘾君子，可安美知道这一切的真相。于是葬礼当天，母亲用生命给予安美的路，她决定必须要走下去。母亲既然用死让一家人愧疚，那么我就要用这份愧疚算清楚这笔账。最终富商认下母亲作为唯一的太太，答应抚养安美和弟弟，视为己出。罗斯从来不知道母亲有过如此过往。安美告诉罗斯，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教育我要忍受他人的污蔑，忍受他人的欺负，可我的母亲用生命救了我，而我哪怕用另一种方式教育你，我依然觉得你、我还有我母亲，我们都在重复同样的宿命。所以孩子，请不要这样子，你的价值不应该别人定义，你的价值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打破一切的根源是你自己，从来不是那些别人。我母亲用生命证明，那已经太迟了，而你一切都还不算晚。罗斯淋了整整一天的雨，似乎不断冲刷着自己的灵魂。他早已不在乎泰德说了什么，他只知道自己不会放弃孩子，也不会放弃这栋房子。你不可能拿走属于我的任何一份东西，因为你从来都不了解我。60年前，有一个人告诉了我这样的道理，而今天我也会和他一般勇敢地走下去。罗斯选择和泰德开诚布公，而这一直都是泰德想要的。他爱的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妻子，而是一个有着主见、发光的勇敢女人。3个母亲都和他们的女儿完成了谅解，然而小梅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她还记得去年农历春节，林多阿姨一家人和自家团聚，那位钢琴老师也成为了家中常客。谁知期间威利和小梅争执起来，原来小梅所处的公司是威利公司的乙方。这一次合作，小梅觉得威利是故意刁难，威利却觉得小梅做的方案不过关，自己也没办法。两人互不相让时，谁知老教师竟然坐在了钢琴边，用音乐化解了这次的纷争。此时母亲发了话，说2个人是不一样的，人家威利有自己的风格。小梅觉得自己不仅被朋友算计，还遭受母亲当面的诋毁，这让她觉得自己一直都是个不被看上的废物。她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要求自己，可母亲直言自己要的只有期盼，期盼女儿拥有最好的，一对父母对于儿女理所应当的期盼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妈妈，你的期待深深伤害了我，只要我做不到那份期待，我就会更加痛苦。母亲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苏苑沉默地摘下了玉佩，把它交给了小梅。她一直看到女儿的闪光点，从来都知道她是一个什么人。苏苑每一次端来自己做的螃蟹，所有人都在争抢最好的部分，只有小梅默默地拿走最坏的部分。那是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这是其他人从来都没有的。我了解你，更了解你的善良，你从来都是值得最好的女儿。随着一声香槟的响声，小梅看着欢乐的一群人，她感慨当年争来争去的4姐妹都已长大，而3位阿姨如同自己的第2个母亲，默默地爱着自己。她真心希望代替母亲去看看遗失的姐姐们，或许在那里会有自己新的家。宴会过后，众人散去，徒留林多在等着小梅。原来林多一直以诉愿的口吻跟2姐妹联系，如今好友去世，他希望小梅能够代替母亲去告诉姐姐们，诉愿的离世
小梅不懂林多的做法，然而父亲用了很久，找到了母亲藏起来的一切回忆。父亲希望小梅能带去素媛年轻时的照片，这样就能记得当年母亲的隐情。隐情二字让小梅了解了真正属于母亲的故事。原来当年战乱下，母亲的确孤身一人带着孩子赶往重庆。那个时候战火纷飞，夹杂在其中的百姓犹如浮萍，渐渐的在一起走路的人不断的倒下，瘟疫开始蔓延，而素媛也在那个时候患上了重病，直到车源断裂，直到素媛已经没力气站起来，她知道她要死了。可她放心不下2个孩子，起码不能让孩子跟自己一样染上病。最终，当一个男人冷漠地无视素媛的哀求，她决定把孩子留在这里。她把所有的首饰和照片留在了襁褓中，用一封信告诉未来的好心人他们是谁，他们要去往重庆寻找父亲。可是天意弄人，不久后倒在路边的素媛被人救起，等她醒来已经是在医院。而那个时候，她知道她的心死了，她再也去不了重庆，也再也见不到失去的孩子。父亲拿出了素媛的珠宝盒，那里面没什么金银财宝，只有一片天鹅的羽毛。母亲之所以对小梅如此期盼，因为那份爱从来都不是她一人的，而是连带着失去的2个姐姐。这就是那个天鹅的故事，也是素媛一直以来所有的心声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一定比我更加幸福，比我更加值得最好的，你就是我永远的天鹅。横跨半个世纪的天鹅羽毛回到了当初那个地方，如今这里人声鼎沸，如今这里祥和太平。小梅看到了2个姐姐，恍惚间似乎她看到了年轻的母亲。大姐姐，二姐姐，我回来了，妈妈走了，可是我带回了妈妈交给我的宝贝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妈妈一直都爱你们，如同对我一般，我们一直是她永远的天鹅。本片完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0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0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喜福会是1993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故事，从中国到美国，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，4个女人和她们的女儿在面对过去时，终于从祖辈的足迹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。这是一部很好的女性题材电影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。抛去政治，抛去国界，我在意的是故事本身告诉了我们什么。林多教会了我独立思想很重要，莹莹告诉了我自己想要什么很重要，安美告诉了我了解自身价值很重要，而素媛告诉了我父母的期盼也很重要。我们都有母亲，我们或许也会有自己的孩子，他们是站在我们肩膀上的天使，而我们的所有苦难终将作为他们飞翔的翅膀。亲爱的女性同胞们，请展翅飞翔吧，你们从来不是谁的附属，你们的美是属于自己的。亲爱的男性同胞们，请相信你的选择吧，只有你的尊重，他们才能在眼中绽放出爱你的色彩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4相互陪伴。